大家晚上好。哇，周末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又犯了。你知道这个颈椎亚健康患者人数是不断在增加的吗？我跟你讲，你这把年纪有这个问题算很幸运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已经开始年轻化，所以这一集我们务必聊一聊颈椎痛。是，还有各种的病因为何呢？那什么时候要及时治疗？而且我听说啊，注射血清是可以治疗了，那它的原理又何在呢？是，那当然还会请中西医来现身说法哈。还有患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倾听。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那我跟你讲，像你这种问题，你也不要太担心。现代的人也有很多这种问题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离不开手机啊、电脑，所以他们不是低头族呢，就是伸头族。你知道现在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手机是赚钱的工具啊，是，那也可以娱乐嘛，所以一天能够有这个时间用就尽量用啊。没错啊，我们问一下我们来宾哦，是属于低头族还是伸头族？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向云杰、Elvin 吴景威以及疼痛专家李文健医生，欢迎3位。欢迎，热烈欢迎！来，请坐啦。请坐。哇，了解一下你们本身的一些颈椎哈。想问一下，你们是属于伸头族还是低头族啊？景威，我是属于低头族吧，因为经常用手机的话，头都是低的，而且不止用手机，看书的时候书本比较重，也是低头的。对，所以很自然头就会跟着低。那向云姐呢？大概是20几年前在中国拍戏，那时候是冬天哦，我们新加坡人不懂得怎么遇冷嘛，是，所以我在10多度的一个外景呢，一拍到大概零下的时候呢，我就伤到我颈项，那是我的第一场戏，因为我是做那个午门超展，在木山上那个马就这样颠簸，后来我就不能抬头了，他们就请那边的医生进来看，就针灸了之后回来就。没有，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照顾我自己，所以不了了之。对，不了了之，就是总是不能抬头哦，就是看不到天上。到现在也是。对啊。后来我学比拉蒂，开始的时候好了，但是后来又做错姿势了，又受伤了。哎呦！我现在做瑜伽哦，反而是可以了，慢慢了。OK。那讲真的，我也是很担心我的小孩哦，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个电脑面前做功课。对。你会发现到他的头超过那个桌子，一直往前倾，就一直往前倾。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是我们的颈椎呢是最灵活的一个部分嘛，是胸椎跟腰椎呢是固定的啊，所以无形中呢我们的颈项呢就会伸前所以久了那个姿势就越来越严重，是也有可能，而且有些人的头身大跟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比较大的话，你很快就可能会很累，所以你的颈椎就更受苦。你说头大跟小，不然这样啦，我们来猜一猜啦哈，我们人的头哈是大概有多重？我看过这个答案，但是我不太相信。是吗？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重，5公斤吧。5公斤，头嘞，头而已哦。对啊，就是这个地方5公斤还不重。我觉得至少10公斤。我让你拿一下。我觉得3公斤就很重了，蛮重了对吗？ 5公斤会不会太重啊？看你的脑多大吧。可以从5公斤到7公斤所以5公斤是没有脑的，要这样啦。那3公斤是没有脑吧？5公斤是正常的脑，所以有些人的脑可能比较大，或者我们说脑水也是比较重的话呢，就可能是7公斤所以5到7就是它本身的重量，但是如果我们往前倾，是不是那个重量会加重？对，所以当我们的脖子往前倾的话呢，是15度的话。它的重量呢就升到12公斤，哇哦！45度的话，可能会增加到22公斤，甚至于如果呢我们的下巴呢碰到我们的胸的话呢，整天低头的话，这个是叫做60度吧？60度呢重量呢大概27公斤，哇，天哪，不能开玩笑，对不对？是的。那这个颈椎痛，你们分什么类型啊？是有的。整个脊椎呢是分成3个不同的部分吧。第一，紫色的颈椎，颈椎呢分成7个不同的阶段。OK， 青色呢就是胸椎，胸椎呢就是有12个节。是这样下腰的腰椎呢就有5节。是，看这个模型呢就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整个脊椎脊柱呢，它有自己不同的凹凸。是，上端颈椎呢是一个 C 型的。C 在这边 ，OK， 到了胸椎呢是反 C，ABC 的 C 所以反 C， 到了腰椎呢又再 C 回去，正 C。我们整个颈项痛就分成是脊椎性或者非脊椎性所以脊椎性呢是在脊椎里面的问题 ，OK， 这边呢是我们的椎间盘 disc，后面呢是脊椎管，对它的神经线呢在里面 ，OK， 后端呢这些骨我们叫做骨骼，OK。当
一个人出了问题的话，椎间盘你可以看到呢，它就凸了出来了，对，是，然后往后凸。所以它凸的时候呢，它就会使到脊椎管的狭窄。对，一狭窄的话，黄色的神经线呢就开始呢挤压了，或者骨骼的增生、骨刺，骨刺也是可以压到神经线。所以神经线一被挤压的话呢，它就会痛了。这些是脊椎的问题。脊椎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呢，占于30%。比较少了，比较少啦，没那么多啦。对，70%呢是非脊椎的问题。哇，这么多啊！非脊椎型的问题呢，就是脊椎周围的肌腱肌肉出现了问题。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件问题呢，就分成是2大组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急性的呢，它是损伤性的问题 ，OK， 或者姿势不对啊，你闪到你的脖子啊，是怎么样？运动是对，也是可以，也是 OK。慢性的问题呢，就比较是紧绷型的所以紧绷型的这些是包括于可能是睡眠不足啊，然后或者缺乏运动啊，慢性的劳损啊，这些工作压力有可能吗？工作压力也是失眠，对，都会。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在什么情况之下才需要去找医生？当病人呢开始痛啊，先痛2麻，3没力，麻可能是在肩膀的麻，或者可能是手指的麻到手臂的麻，这些呢都是麻痹的现象，所以不一定是在颈项，不一定是颈项的麻痹，对，OK，最糟呢就是没力那个一定要看医生了。我们说就是神经线的压迫的危险性可高，没错。所以这个就是说，当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甚至说痛到失眠，对，当颈项痛了超过了3个月以上，应该去寻找原因。是。好，那当然在看节目，你记得也是要活动一下脖子跟全身的筋骨哦。所以现在就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去活动一下。我们广告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医疗大小事。欢迎王邦旺医师加入我们讨论哦，欢迎王医师哦。那其实说到颈椎痛啊，很多人第一时间也会想说，去看中医哦。那中医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富贵包，就是后面这边颈椎这边肿一粒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在很普遍嘛。中医没有富贵包这个名词啦。一般来讲，颈椎后面的包突一般分为3种，一种就是摸上去的时候它比较柔软，比较扁平，我们叫油包。第2种就是摸上去它浑圆比较硬，界限分明，这一种叫筋包。其实这2种就是中医所谓的痰湿堆积而成的脂肪瘤。所以你看肥胖的人多痰多湿，所以它会是他们的专利，瘦的人会比较少啊。第3种就是我们颈椎引起的那一个所谓的鼓包。我们长时间伸头或者是低头，当我们低头到45度到60度的时候，它后面这根最长的低气的颈椎的棘突，它会往上翘。那往上翘的时候，就会鼓动到周边的那些软组织啊、那个肌肉啊、那个脂肪啊，所以就会松动了那边的组织。如果我们长时间向前伸拉颈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我们这肩膀三角关系就会改变，就会往前拉，所以它的那一个背椎就会往后拉，为了使它的颈项向前，所以它的这个拉的时候，后面的鼓包隆起的更加严重。所以瘦的人为什么会有鼓包？对。那在西医的角度，有没有所谓的富贵包这回事？有没有？西医呢也是没有这个名词富贵包了。我们就把它定为是水牛驼峰 （Buffalo Hump）。脂肪呢累积在颈项的下端啊，在肩胛骨的中间啊，很多时候这个是跟肥胖有关系啊。所以可能是这个说法说富贵包，所以因为你吃得好啊，住得好啊，睡得好啊。可是，在我们医学里面呢，会影响到水牛驼峰，就是类固醇。长期过量用的类固醇会使到新陈的代谢缓慢啊，失调啊，这样使到它的那些脂肪啊，全部呢累积在那个后面。我本身前一阵子有一例好像也是这样的。你呢？对，可是我没有超标啊。对啊，你脂肪没有超标。你饮食那么注意的人，对。如果瘦的人呢，我们就说这种是慈禧太后的驼峰。哇，名字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是因为姿势不良好，因为骨质疏松使到呢骨呢会扁，是再加上呢有一些是先天性的，一生下来呢它的骨骼呢就已经改型了。所以这个就要改变你的一些坐姿也好啊，和一些平时的日常运动应该是有帮助吧。那刚才其实有提到说非脊椎性的疼痛是比较常见的嘛？对。是。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治疗？非脊椎性的治疗呢，我们最直接性的就是用消炎片。消炎片呢分成2种，一种呢是非类固醇，另外一种呢是类固醇。类固醇的消炎片呢，在急性的时候会帮助消肿消炎。是，通常是5天到1个星期呢就应该舒缓。如果还是不舒缓的话呢，我们就找一些护垫啊来帮助它，不要给它再损伤吧。是。还有呢是物理治疗，可以舒缓它的所谓的肌肉的紧绷、肌肉的炎症。如果还是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注射的治疗。有3种不同的注射。第一呢，我们是说打所谓消炎片，对，是。第二呢也是打类固醇啊。我们说医生也会讲到，1年呢你只能够打3次，打类固醇啊，这也是一个误区了。如果是打在细小的韧带的时候，这些呢就是一些危险区了。我们不要打太多次，因为这些肌腱呢会薄，会撕裂。颈项呢反正就肌肉很多嘛，很厚嘛，也没有小韧带嘛，比较安全比较安全了。OK， 最后呢就是打血小板的血清，就是打自己的血。对啊，这个是从你自己的血抽了出来过后呢，我们把它提炼成血清。OK， 血清呢就含有丰富的血小板。所以它原理是在什么呢？当我们割伤的时候，血小板、血清使到它止血。是。那个疤痕呢，也是因为血小板、血清呢使到它复原、修复，所以它有一种增生的功能。所以这个增生的功能就帮助这些肌腱的受伤，帮助它修复修补。是。所以今天我们有办法看到整个抽取血清的过程吗？我有带我的仪器来，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好哎，来。OK， 那我知道马哥是有这个膝盖疼痛问题啦，其实也是能够抽取自身的血清来做一个治疗，对吗？是啊，这种的治疗呢是可以用在所谓肌腱受伤的地方。通常要抽多少？多数呢我们会抽40个毫升。40个毫升。OK， 我们抽了这一管血，你就是要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容器，对吗？对，要进入这个所谓那个离心机。OK。这个治疗的方法是最近比较普遍吗？还是说其实有一阵子？它已经有一阵子了，只是因为病人呢他们不大了解有这种的治疗方式。是。以这个原理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来美容吧。真的啊？是用来用。这样我不要打膝盖瘤喽。没有，医生是什么增生？胶原蛋白增生？细胞再生吗？细胞就是有一点。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的脸会下垂啊，对，皱纹啊这些啦。对。帮助这细胞呢再重长。光换你的血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管子了。上面呢，就等一下我会给你示范一下，对，看到这个黄色的一个血清。来，红色变黄色。对 ，OK， 离心期，然后就要盖起来是吧？可以吗？那我们一开机的时候呢，就调到2600的速度了。7分钟吗？对，开始转哦，开始转了。1分钟之内呢，旋转是2600。哇，我看一下。哇，那个血清素，比如说今天国防说他只有时间做脚，他可以留一半，下次去你的诊所做脸嘛。这个不能留啊，半个小时之内呢，就把这个血清啊全部的注射进去。这台离心机哦，其实它就是利用一个很强大的离心力了哈。有上这个物理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把不同沉降系数跟这个浮力密度的物质做一个分离啊。说得好，厉害，非常差不多了，好了，好像阿温这样，弄好了，熟了，黄色哎，真的哎，我们看一下，哎呦，是，所以红血球呢在下端，对，你的血清呢跟它的血小板呢是在上端中间所以这个就是打在一些疼痛的地方。对 ，OK，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请医生继续帮 Marco 做这个治疗了。对。那除了西医之外这个中医方面也是有些治疗的方法，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聊一下。好。牵引是利用外在的拉力使关节分离，这个是要定关节或者是定向的一种原理。痛的时候啊，人家是去吃午餐，我就赶快要去找按压式的按摩。你是针什么穴位？医生？针颈区。OK， 哦呦，哎，没事，放松。
王医师啊，这个中医一般会采取什么步骤来治疗这个颈椎痛？外伤来讲，因为是新的伤，所以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内服药、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如果是一般颈椎周围的疼痛啊，或者是有放射到肩膀啊，或者是肩臂的啊，一般我们会先采用牵引的方法。牵引。对，牵引是利用外在的拉力，就是有一个杠杆的原理，拉一个重量的，就是一定的重量。对。然后呢，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在稳定的情况下。它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关节分离，这个是要定关节或者是定向的一种原理。我想问一下，像这一个牵引法，它每一个疗程是多久？一般来讲，10到15分钟，看患者本身的严重程度，或者是耐受程度，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些人颈项很粗啊，有些人很瘦啊，有些人年纪很大。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拉开我们的椎间隙的那一些压迫啊，然后那椎间孔的改变，或者是使它的椎间盘的压力缓解，然后避免它刺激到神经还有就是用针灸，有一种是耳穴的方式，因为耳朵这边有很多我们的那个神经系统，又很靠近脑部，所以它对镇痛的效果很好。或者是用颈椎周围的叫做华佗夹脊穴，它这个地方是头甲肌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颈椎的那个神经线出来的那些地方。它有消炎止痛的效果，而且可以放松那个肌肉的，而且能够激活神经的那种效果。还有用推拿的方式啦，把它的骨架调整。成为回原来的样子。那拔罐的话，它会留下淤黑，对，黑青了之后，我们的白血球啊这些就会来吞噬这些，加速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效果也是很好。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一位患者来到现场来有请Eve，欢迎。Eve 呢本身是一名妈妈她有这个颈椎疼痛问题困扰她4、5年之久所以是什么情况会有这个颈椎痛？大概6年前嘛，我就怀孕的就生了孩子，然后呢，我就有亲自喂奶。那就2年的时候都是睡觉，晚上的时候就是有点斜着喂的姿势，多数都是侧躺，对不对？对，侧躺就维持了大概2年。哇！那这样子下来过后呢，就开始就有一点，就经常都会头痛。然后呢，也影响到那个我的颈椎啊，就是我的肩膀，还有偏头痛。造成我就有呕吐的倾向，这样子。后来你有去寻求援助吗？还是？有，就做了 X-ray， 就照这一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背就有一点小侧弯。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当时他是说就属于退化的关系。弯曲跟退化的现象就对。对。然后最严重是来到什么地步？就 COVID-19 的时候呢，我就上了那个6个月的课，从早上到晚上对着电脑，都要视频。痛的时候啊，人家是2个小时午餐时间，人家是去吃午餐，我就赶快要去找按压式的按摩。有帮助吗？都是属于就是暂时性啦。不过今天你都来到现场，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中西医？对。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避免不要做那个手术？对。OK。刚才你所描述的呢，听起来呢是比较像是非脊椎的因素，可能是肌腱炎啊、肌肉的紧绷啊等等，可能是跟着你的睡眠的问题啊，可能是你的生活的压力啊、缺少运动啊，或者姿势不良啊，这些的因素呢可能会比较重要。OK。那你平时有没有运动的？有时候运动的话就有点头晕，走来走去的话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晕的感觉。怎么办啊？这样，今天既然都来到现场，你想干嘛？中医师检查一下，顺便做个简单治疗，可以吗？可以，好，谢谢。来，赚到了，来。
他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颈气出来这边的这些肌肉比较绷紧，而且比较坚硬。OK，所以造就了他的血液上头可能有比较困难，造成他常常会头痛啊、会晕啊之类的这个东西症状哦。我们会用针在耳穴这个地方，然后用手法把这一些结节给松开来 ，OK， 就会有改善比较好的效果。好，你是针什么穴位？针颈区。OK， 哦呦，哎，没事，放松，一点点小痛，不用怕。好，哎，搞定了，2针，什么感觉？就是好像痛啊，还有什么感觉？一只蚂蚁这样咬下去。对啊，我需要放一点润滑的那个按摩膏，才不会把它的皮肤给推伤。对，所以你这样子按，你是觉得它的肩颈是比较有劳损，是不是？还是？对，因为长时间它躺一个姿势，可能造就了它的肌肉的不平衡。对，肌肉的不平衡就会造就了它的症状的出现。今天晚上你可能会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那么辛苦，会比较松。我相信会有感觉上比较松一点，比较松一点，对不对？其实它是痛，不过呢会有一些舒服感。舒缓 ，OK， 拉一下，伸展。其实中医的推拿也会帮忙，就是做一些肌肉的拉伸。对，因为它是一种结合的一种治疗。这样治疗的时候，大概一次需要多久？一般来讲，针对性的治疗10分钟以内应该能10分钟差不多会有感觉，很好的那种感觉。对，是。那当然，我们今天只是请那个医师做个示范。如果真的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师，做一个完整的治疗，那效果会更好。好，咱们谢谢伊芙拉哈，谢谢你啊，谢谢。问题啊，是好，好，那当然呢，肩颈疼痛会造成我们生活有很多困扰，包括失眠，那睡不好呢，就心情不好，脾气不好，那很多病痛都来了。所以说人最好就是无病无痛，没错，最佳状态。是的。所以希望这一集呢，大家有所收获。没错，谢谢2位参与节目的艺人朋友，谢谢，还有李医生以及王医师，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期见，拜拜。